我知道很久很久以前呢，有一个皮拉米啊，有做过一部，但我忘记它的名字。新加坡的第一部电影，哇，那我倒还不知道哎。电影我印象中应该是钱不够用吧。电影啊，第一部啊，哇，那个是很久以前事，那个是黑白年代的时候嘞，名字我真的不知道。电影啊，我真不知道嘞。我知道黑白片来的，是马来片来的，但是我不知道名字了，我忘记了。第一部本地电影，我知道是非常早期的电影，不是比如是80年代、70年代，而是在40年代、50年代末、30年代多。从我印象中，第一部新加坡的中文电影应该是《桥的两岸》。我不确定是不是《桥的两岸》。1895年12月28日，法国人卢米埃兄弟在巴黎的一家咖啡馆给30多位观众放映了10部短片，标志着电影的诞生。自此之后，人类打开了影视世界的大门。在新加坡牛车水的北京街，俗称一香街12号的一间店屋里，来自马来西亚麻坡的刘贝锦成立了南洋刘贝锦自制影片公司。第一部应该是新客，就是在这间店屋里，新加坡第一部电影《新客》诞生。作为新加坡电影的开山之作，这部电影弥足珍贵，至今为人津津乐道。电影讲述了一名从中国南来的新移民住在父舅舅家里，寄人篱下，吃尽苦头。经过自己不懈的努力，终于收获了事业与爱情。如果以新科为主的话来看的话，它是1926年拍，1927年首映，所以它的起点跟其他地方来比，我们新加坡是晚很多，晚了大概整整的20-30年。1920年代的上海是引领远东风尚的国际自由港，在东西文化的碰撞下，新思想、新文化逐渐崛起。上海也成为了经典电影诞生的摇篮。电影产业在上海蓬勃发展，不仅是当时中国制片产业的大本营，也是外国影片输入的最重要口港。1928年到1931年间，上海有大大小小约50家电影公司，拍摄了将近400部电影，从制片人到导演、摄影、演员等人都集中在上海。其实当时刘贝锦他要拍这个电影的时候，他是跑到上海去学的，他也是在上海的时候而认识了他的摄影师，然后才决定要到新加坡来拍这个电影。新加坡的华人是中国南来的，所以就会出现了类似新客这样一个题材。它新客当然相对于是旧客，就是已经在这边住一段时间的新加坡的华人。那么是在这种情况底下，我想刘贝锦一个从麻坡，他其实在新加坡出世，然后来住到麻坡，又回到新加坡的这么一个土生土长的新加坡的华人，跟来自上海工作的电影人合作，然后再加上一个来自台湾新竹的一个演员合作，那么再加上一个新加坡的一个女主角，然后放在一起，然后来拍摄这部电影叫做《新客》。只是有点可惜啦。这部片子它本身比较坎坷一点，总共拍了9卷，那到后来大概只有6卷是上映的。新客于1927年3月4日在维多利亚大钟楼举行首映礼。遗憾的是，在漫长的岁月里，这部电影已经消失。无论电影历史研究员如何努力寻找，新加坡的第一部电影已无影无踪。This particular film is lost. We've been trying to find the film and to seek, people who might actually have seen it. We know it existed, but we just haven't. We don't have actually the film itself. And I suppose that brings us back to why preservation is important, right? Because if you don't keep the films, we will have nothing to see. 蔡澜，著名的电影监制、作家、美食家。2023年8月，他回到新加坡探亲，办慈善书展。蔡澜出生在新加坡，他的父亲蔡文璇
和新加坡邵氏渊源深厚。1936年，应邵仁枚、邵逸夫兄弟邀请，蔡文璇来到新加坡，在邵氏兄弟创办的南洋影片公司任职。邵氏兄弟的办公室在 Robinson Road。今天这里是繁华的金融区，从前邵氏兄弟的办公室就在此地。时光就这样变成往事。2楼走上去，有一条楼梯，有一张很大的照片，差不多这么大吧。照片已经有一点带棕颜色了。邵逸夫坐在他哥哥的大腿上面，应该是当年也流行过这种拍照片的方法。不过我们现看起来就奇怪，两个大男人。作为新加坡邵氏的重要人物，蔡澜的父亲蔡文璇就在这里上班，这一坐就是一生。1925年，邵氏兄弟在上海成立了天一影片公司。天一的强劲势头引来了同行的激烈竞争。1928年，上海明星、大中华百合、民心、友联、上海及华居公司联合组成六合影业公司，并与发行商签订严格的合约。任何发行商与六合签订过合同，就绝对不能再购买天一出品的影片，被称为六合围剿。天一陷入了困境，于是大哥邵醉翁委派六弟邵逸夫去新加坡，协助三哥邵仁枚建立发行与放映网络，为天一的突围寻找更广阔的出路。在南洋，邵氏兄弟人生地不熟，他们用牛车拉着一架破旧的无声放映机和天一的影片，在新马两地的乡村进行巡回放映。经过在南洋4年的闯荡，邵氏兄弟成功地收购中英戏院、新世界游乐场等娱乐场所，后改为院线。1930年，邵逸夫和邵仁枚在南洋正式挂出了邵氏兄弟公司的招牌。这间是新加坡其中一间非常有历史的戏院——皇后戏院。它是在1930年建成的，最早的名字叫做 Wimberley 戏院。最早的时候，它是放映一些西片为主，在1939年，它就被邵氏收购，就改名成皇后戏院。在邵氏兄弟的不懈努力下，到1937年2战前夕，邵氏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等东南亚各地已拥有100多家电影院，称雄于东南亚电影市场。首都戏院在1930年开幕的时候，是新加坡第一间设有全有声电影放映器材的戏院。当时它利用了好莱坞最先进的 Full Copy System。在1934年的时候，新加坡出现了一部由印度导演、马来演员演出的一部马来片，马来有声片，叫做《疯狂的莱拉》。然而，第2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日本的侵略战争彻底阻断了新加坡电影在电影黄金时代的蓬勃发展。1941年到1945年间，香港的沦陷更使得南洋影业公司的拍片业务不得不中断数年，新加坡的电影也进入了停滞期。据说邵逸夫在日据时代的新加坡吃了不少苦，这对于热爱电影的邵逸夫来说，究竟是怎样的心境？这个谜始终封存在历史的尘埃里。我写了一本书，我在邵逸夫身边的日子。邵逸夫先生给我们最大的教训就是不停的思考，要不停的吸收新的东西。
从1939年开始，邵氏有了一个强劲的竞争对手，那就是以经营影院进入电影业的国泰。这是国泰在新加坡所开设的第一间戏院。国泰戏院是在1939年开幕，当时国泰的老板陆运涛先生战后回来接管国泰，他就开始在戏院呢就放映这些华语片。50、60年代，他们在香港制作了很多华语片，很多都在国泰戏院开始放映的。这样的一个争霸的一个情形，一直到维持到1964年陆运涛这个空难逝世之后，邵氏马来基本上跟国泰的竞争的格局才结束。2017年4月8号下午2点，新加坡电影史研究者和电影人欢聚一堂，庆祝新加坡电影诞生90周年。从1927年的新课发端，新加坡电影走过了整整90个年头。活动之一是放映1976年拍摄的本地电影《桥的两岸》。41年后，17名参与拍摄工作的台前幕后人员随片登台，演员曾鹏坤、朱秀凤、陈天祥及郭贤华，导演陈昌明，作曲人竹叶，主题曲演唱人、服装设计师等一一到场。我们的印象里面，我们一直看到的是来自香港的华语片。对华人来讲，有一部片子出来叫《桥的两岸》，因为他当时的一个说法就是说，新加坡的第一部片子啊。阿九啊，你就是有这种才运呐，鼓场失手，马场得意。喝吧，干了这杯。所以我们当时，其实我在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也以为《桥的两岸》是新加坡的第一部片子。如果说你把整个的新加坡电影制作的这个历史摊开来看，仔细去观察的话，那你发现说它其实不是，它远远不是。在它之前有很多部华语片，可能是因为在那一个时间段里面，当我们看到的只有香港电影的时候，新加坡的华语电影跑出来，那么大家可能就会形成了这么一个错误的印象。这个印象的形成是有原因的。在新加坡建国后，由新加坡公司和影人创制的第一部华语电影《桥的两岸》，是里程碑式的纪念，也是新加坡本土影人心目中的集体记忆。桥的两岸其实在当时新闻是很大的，可是它的反应并没有很好。桥的两岸是一部爱情片，但并不唯美，讲述了男主人公为了获得爱情的幸福，而希望不劳而获地得到财富，一步步堕落直至犯罪的故事，有一定的文艺性，希望有人生和价值观念的讨论。不要这样沉迷下去。我们的《桥的两岸》里面文艺气其实是比较重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票房就相对就比较辛苦。如果说新课为新加坡电影埋下了一颗种子，疯子莱拉开创了新加坡马来电影的先河，注入了多元文化的基因，然后在电影的黄金时期逐渐萌芽长大，那么二战的日据时期更是向刚刚成长的新加坡电影这颗新芽踩上了沉重的一脚。但新加坡电影表现出了强劲的生命力，在战后重焕生机，继续成长。在战后，新加坡电影业复苏，那么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拍马来片，电影制作的很多导演、演员就北上到马来西亚的莫迪卡片场，就停止了这个的作业。大概在1953年的时候，有另外一个片场出现，就是 Cathay Chris。Cathay Chris 它本身的出现就跟邵氏形成了一个竞争，所以1947到1972这段时间，因为他们两家竞争的关系，就被誉为我们新加坡马来电影的黄金时期。1965年8月9日，新加坡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电影和电视也在这个年代交汇。由于建国时期举国忙碌的发展经济，电影的制作变得不再活跃。还有另一个原因，一种新的大众娱乐形式已经来临，电视来了。
1963年1月21日，新加坡电视台开始试播电视节目，同年2月15日正式开播。1963年4月2日，新加坡电视台的第一个频道第5波道正式开播，以新加坡的4种官方语言英语、华语、马来语和淡米尔语播出。接着第8波道也相继播出。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新加坡电视台与新加坡广播电台合并，更名为新加坡广播电视台，简称 RTS。以前的电视节目呢，就多数是黑白的单元剧，演员呢，不是从舞台剧来的，可能有一些是广播员，而且整个的制作的这种流程还没有确定下来。从1964年开始，第8波道一直制作中文电视剧，但只局限于话剧化的。第一部电视剧是由舞台剧改编的《黄金万两》。1969年，电视日渐普及，电视台成立了戏剧组，聚合了有志于戏剧演出的人士参与电视演出。除了导播和助导，其余的演员、编剧都是业余性质。我对这个戏剧是兴趣是非常浓了。我在还没有踏进电视圈跟踏进电影之前，我其实是搞那个广播剧的。我是参加了海南会馆的广播剧，那时候郑国秋是黑白时代的一个导演，郑国秋啦、林星岛啦、谢一队啦这些人，他们就要搞这些黑白的电视剧，所以他们知道我演广播剧那边有一点底了，有一点演戏的经验，所以他们就叫我过来演咯。我真正的我从黑白电视的时候，我就开始在这个圈子。那个时候的电视剧是拍一些改编自一些华文的课本啊，好像我们会考要用到的那些华文课本，好像日出啊、破虎之夜啊、雷雨啊，我们改编成拍成电视剧。1970年，戏剧组开始设置电视剧场、戏剧人生和花花世界等电视片集。这期间的演员开始为观众们认识陈树成、云昌凑等等。这个黑白电视剧，老实讲，真的不容易。在我们在演的时候，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没有全职的演员，都是这个兼职，就是晚上才有时间去排练的。所以我们1个小时的这个电视剧，就是要用到1个礼拜的时间来彩排，就是拜1到拜5。就是先读稿、对稿之后，第2天晚上可能拜5晚上就开始跑台位，然后排，第2排好了之后呢，就是到周末的时候，拜6或者是礼拜开始总彩排1个晚上，然后隔天就开始录影了。然后再加上是我们拍摄的时候没有对剪的，就是有一气呵成的，所以我们那个时候1个小时的剧呢，差不多最多是5场戏。所以你必须1场戏里面10多分钟，你所有的台词、演员还有这个摄影师不能犯错，如果一犯错的话，就从头来。黑白时代的那种挑战，其实更加辛苦。随着自制华语电视剧的需求日益增长，1982年7月25日，新加坡广播局第一个自制的电视单元剧《史里达大劫案》播出。从此开启了新加坡自制华语电视剧的历史。新加坡是在1982、83年就开始了新加坡的第一部电视剧《史里达大劫案》，大概到了84、85、86年就开始有很多香港前辈们过来，那么同时也开始新加坡就培养本地的编导之类的，在那个时候就开始了我们的所谓真正的新加坡戏剧。电视剧是一个文化产业，新加坡的戏剧文化应该说是很浅的。真正的开始有本地的戏剧的时候，就是香港前辈们来的时候，就是1982史里达大劫案开始。根据曾经轰动本地的70年代史里达蓄水池建筑工地发生劫案的真人真事改编，由16毫米的胶片拍摄。此剧由于得到了警察部队的支持，
在新加坡的电视剧中，第一次出现了飞车和枪战的场面，以及警匪片的类型元素。播出既引起了空前的轰动，也是因为史里达大劫案，新加坡观众对本土电视剧开始建立了信心。开播的那一天晚上，然后只有一个单元剧，那时我还在做新闻，整个新闻室几乎都停工看这一个播出，而且主要是对香港人制作的那一个水准，动用大批的临时演员啊，还有用电影的方式来拍的，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史里达大劫案由林能宽和朱克联合编剧，蔡轩监制，欧玉胜导演，钱志刚、黄文勇、陈天颂、陈萌等主演。作为新加坡的第一部彩色警匪单元剧，播出后获得空前的回响，至今仍被视为新加坡电视剧的起源。雾所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电视剧，因为它是让我真正学习表演。雾所南洋居然就成为我们新加坡影艺圈的一个新乐章。我们新广就是新加坡电视台第一部这个重头戏。这一吻之后呢，就成为了我们新加坡英文报、中文报娱乐版的头版新闻。我都一直在哭啊，哭到整场戏完了我还在哭。